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硬派工作》。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作者见成彻被称为日本出版业的传奇，日本顶级作家、偶像明星、传奇歌手、校星会社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几乎都由他策划出版。而且几乎每一本畅销书的出版都掀起日本社会的某个热潮。他也深受演艺界名人的信任，在很多人面临人生最大挫败时，都选择作者所在的出版社出书，披露真相。比如日本上世纪80年代偶像级歌手香玉美，就是在作者的建议下写出了《爸爸》这本书，首次披露了自己的离婚真相，并在提交离婚协议当天发售，5天销量就过100万。这位日本出版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硬派工作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下面我们就从3个方面来为你介绍作者硬派工作的经验。第一，怎么做人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第二，怎么做事才能突破困境？第三，怎么与人交往才能打动人心？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怎么做人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在这个方面，作者提出了3个原则。一是小事也得耿耿于怀，只有关注细节，才能建立好的人际关系，获取合作机会。二是坚持正直和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激发他人潜力。第3点就是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自身，尽最大努力去行动，不受别人评价的影响。先来说第一个原则，小事也得耿耿于怀。见成彻认为，关注细节对于建立好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作者和日本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村上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与合作就是由关注细节而开始的。作者最早是从朝日新闻对当届群像新人文学奖进行报道时知道村上隆这个作家的。报道上说他是个文坛的奇葩，还附了一张非常小的大头照。作者看到那张大头照，便觉得此人是个怪才，于是用尽各种手段查出他的住址和电话，最后约了在咖啡馆见面。事实上，作者是在村上隆那张小小的照片里，就直觉上认为他是个天生的文学好手。见面后仔细观察，更觉得他绝非等闲之辈，会是日后日本文学领域一个传奇人物。由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后来村上隆的很多书都是在作者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正是因为在细节上的关注，作者挖掘到了一个日后带来丰厚回报的合作伙伴。因此，作者一直把小事也得耿耿于怀作为人生的信条之一，关注细节，做到极致，才能赢得别人对你专业度的尊敬，加大合作的几率。接着说第2个原则，坚持正直和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激发他人潜力。意思是，身为管理者，要做的就是驱动团队达成目标，这就需要特别注意自我表现与激励他人的平衡。如果一味表现自己的优秀，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支持，还会打击下属的积极性。作者说了自己刚工作时的一件事，他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与一个作家签订了出版协议，但上司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笔订单是由我的帮忙才拿下来的。这让作者当时就觉得很沮丧，也对上司不再信赖了。而真正优秀的经营者懂得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通过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团队业绩，也通过下属的成就体现自己的领导力。第3个原则是努力在自己，评价由他人。作者认为，只有付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才能称之为努力。评价结果的是他人，与你努力的过程无关。能做出成果的人，从来不会天真的寄希望于别人评价过程中，他的目标只对准结果。作者在书中讲了和一些作家交往的经历，说明他是怎么付出常人难以达到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刚开始工作时，他很想邀请一位当时已经非常出名的作家出书，
但一般人很难邀请到。他呢，就把这名作家的文章一字不落的全背下来，一次偶然碰面，他就开始在对方面前背诵，对方最后只好苦笑着说，不用背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答应和你出书好了。当作者以这种笨方法和名流沟通时，别人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实现。面对这些质疑，他没有觉得灰心丧气。当他成功后，别人都说，哇，他的运气可真好。作者也不解释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只是一直以努力在自己，评价由他人来勉励自己，也激励其他年轻人。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作者在做事上秉承的原则。他的原则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不断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第二个是遭遇困境时转变心态，把它视为激发潜能做出决断的最好时机，积极应对，就会最大可能突破困境。第3个就是要勇于创新，勇于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才能成为人生赢家。这是硬派工作的核心，也是海明威作品中百折不挠、坚持不屈的硬汉精神的体现。先来说第一个原则，不断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作者认为，只有在荆棘路上前行，才能到达胜利。刚开始创业时，为了说服名人和自己合作，他曾每天写5封信，连着写10天，寄给各领域内资源权威和新鲜血液，作家、演员、歌唱家。给作家写时，作者就重新阅读他的所有作品，而给歌唱家写时，则听完歌唱家的所有专辑。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通过对别人作品的了解，让每一封信都打动对方的心。作者正是靠这样用心的努力，在出版社创办第2年，就和日本几十名作家和名流签约，最终创造出销售奇迹。我们再来说第2个原则，遭遇困境时要转变心态，将它视为激发潜能、做出决断的机遇。我们先来说说作者42岁时遇到的一个重大选择。他41岁时被角川书店的社长角川春树提拔为董事，正准备大展拳脚时，社长角川春树先生却因为某事件被逮捕了。社长被捕后，他的弟弟回到了角川书店，预备接任社长。而当初弟弟因为竞争失败而离开公司时，作者是站在哥哥一方的，也一直被哥哥视为最可信任的亲信。弟弟2次找到作者，表示公司重建无论如何都需要他，希望他务必留下来。经过深入思考，作者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因为他看到了困境后面的机遇。一是自己在出版界多年，已经在业界拥有很高的声誉，这些能够帮助自己创业时整合资源，提供信誉背书。2是自己此前和很多作家有深入的合作，甚至很多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如果自己创办出版社，他们肯定会鼎力支持，而且他对前社长有情有义，也必能赢得别人的欣赏和支持。后来的发展果然应验了他的预测。第一批的印刷费用，印刷社主动提出推迟1-2年支付。此前合作的作家也很快为出版社写出了新作品。第一批书上市后，他此前多次策划出100万销量奇迹的口碑效应，也极大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和读者的追捧。6本书全部进入各大畅销榜。正是在困境中转变心态，冷静分析，才让作者由一个出版社策划畅销书的编辑，成长为打造出版界黑马的出版人，也才有了后面14年出14本100万销量畅销书的奇迹。我们再来说第3个原则，凡事都要善于创新，敢于与众不同，才更有机会成为人生赢家。与其他出版社专注于某一领域不同，建成彻出版社的作者显得很杂乱，歌手、演员、词作家，外行看来他们都是与大众格格不入的少数派，但在作者眼里，恰恰是他们身上具备畅销的潜质，那就是知名度高，行事极端，有很多的崇拜者。对于这样的少数派作家，
见澄澈有耐心陪伴，并督促他们写作更好的作品。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不是随遇而安，而是像条鲨鱼一样紧咬着他的目标不放。即使无合作的可能，他也可以坚持10几年、几十年的往来，直到有一天对方想写东西。这也使作者比其他出版社更有机会出版话题性的作品。用作者自己的表述叫做破除世界行规，超越编辑常态。也正是靠着这样的创新，才成就了作者在日本出版业畅销书之神的美誉。除了在合作伙伴资源挖掘上独树一帜外，作者在新书的企划上也是坚持创新，独辟蹊径。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偶像级歌手香玉美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般来说，演艺名人的离婚会引来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猜测，空穴来风的报道经常会给当事人造成2次伤害，甚至影响到孩子。香玉美夫妻确定离婚后，经过作者劝说，决定将离婚的过程写下来，用自己的书还原离婚真相。见澄澈建议他将书的首发定在办理离婚手续的那一天，这样媒体竞相炒作猜疑时，公众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离婚的真实原委。为了避免消息提前泄露影响当事人的生活，书名与作者名字都是非公开的。首印50万册突然运到书籍批发商那里，在香玉美提交离婚协议书当天，这本书出版了。这些文章是歌手亲手所写，无论是他的自卑还是对未来的愿望，都写在里面表达了出来。这样真实的表达，让民众看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很多苦恼的普通人，反而对当事人充满同情。香玉美的演艺事业也再度攀升，这本书首发仅仅5天就突破100万销量。这份创新的新书上市企划方案，不仅保护了当事人，也实现了当事人及出版社事业上的双赢。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2个重点，如何做事才能突破困境。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内容，如何与人交往才能打动人心，获取稀缺机会。作者认为，与人交流的本质就是触及人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合作机会。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他提供了3个方法：一是要信守承诺，建立信赖的关系；二是要想抓住对方的心，首先必须了解对方，并以此为突破口；三是无偿行为总能给你带来最大利益。我们先来说第1个方法，信守承诺，建立信赖的关系。作者认为，回应他人不抱希望的期待，对对方来说就像奇迹一样，反之，如果失信，就会让对方对你失去信任。所以在人际交往中，一定不能做出不能履行的承诺，这就像开空头支票一样，如果总是出现，最后你的信用一定会破产，会失去别人和你合作的前提条件。我们接下来说第2个方法，要想抓住对方的心，首先必须了解对方，并以此为突破口。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了解、认同、倾听。如果你对别人情况很了解，话题总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别人自然会视你为知音，愿意与你深入交谈下去，你也才会有表达自己意图的机会。反之，如果你和别人沟通时，一直都是夸夸其谈说自己，别人自然会产生抵触的情绪。我们再说说第3个办法，那就是无偿行为总能给你带来最大利益。世上最难还的账是什么账？人情账。作者认为，工作上很大程度上存在基于感情的借贷。工作上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达成平衡的借出和介入之上。你帮别人的忙就是债主，某天在重大业务上提出请求时，平时的付出对方看在眼里，所以一定会尽力帮助你实现。以上就是硬派工作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小静，我们下期再会。